Hello， 大家，我現在還在重慶。大家來重慶旅遊，如果不想去一些人擠人的景點，那今天這集影片我會帶你們去一些本地人才會去的地方。收藏好了，這一集我們 Let's go。提到重慶，一定不會繞過兩個地方，一個是解放碑，一個就是洪崖洞，還有一個就是高低起伏比較大的地形落差。當你去膩了這些地方，也不想去人擠人了，其實我很推薦你躲進那些爬坡上坎的巷子裡，吃一碗巷口的小麵，找一間轉角的火鍋店，聽一聽叔叔娘娘婆婆爺爺的在地龍門陣，或許這個城市會給你不一樣的感覺。大家都會問我來重慶應該要住哪個地方？哇，在灑水了，降溫。我首推還是渝中區，着重可以看一下教場口和大坪時代天街附近。那大坪时代天街的話，一定要看一下大坪时代天街的 A 馆，這兩個地方出行比較方便，到每個景點之間的距離比較近，然後吃的覆蓋也比較多。大坪时代天街那邊的 CP 值比較高一點點。那住宿的話，我在網絡上看了一下，訂房軟件上面差不多是300塊錢左右就可以住得比較好了。如果你是2個人來住的話，平攤下來一個人100多塊錢。那辦理好入住，我們就出去逛一逛嘍。如果你是第一次來重慶，先別急着看風景，第一件事就是找一間麵館吃一碗小麵。小麵其實就是素麵，靠着10幾種調料的配合，在碗裡華麗翻身，吃起來層次豐富，味道過癮。老闆說要趕緊和一下，就要趕緊攪拌，不然那個麵條會不好吃。哇，好香哦，好香哦！就是這一碗麵的味道。這一碗麵在攪拌過後，它芝麻和辣椒油的香氣馬上就浮上來了，特別的香。麵條是這種韭菜葉麵，我喜歡吃這種韭菜葉麵。韭菜葉麵顧名思義，就是它的麵的寬度像韭菜一樣，所以叫韭菜葉麵。我覺得這種寬度剛剛好，它可以裹得起湯汁，但又不會特別的濃烈，就是油不會裹得那麼多，然後又比較吸味道。裡面的配菜的話，就是這種藤藤菜，藤菜是夏天才會有的配菜，還有豌豆，有榨菜，有芽菜，韭菜也可以自己隨意的加，反正老闆就放在那邊，你自己想加就加。它這樣一吃下去，就是很有層次感的味道，又香又麻，又帶一點點的辣。然後麵條吃起來又很滑順。煎蛋你覺得泡的差不多了，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因為它吸飽了一點湯汁。這個時候吃煎蛋是最好吃的，就是有一點爆汁的感覺。你們看我穿了一個圍腰，這是老闆給的，因為他看我穿白衣服，那個麵的湯汁會滴在白衣服上，所以我穿了一個圍腰。然後老闆說，這個湯汁即使滴在衣服上也洗得掉，因為附近是學校嘛。他們不會在辣椒裡面加一些其他東西，就是純正的辣椒。老闆送的一碗豌豆玉米粥，說他們的稀飯很好吃。我覺得夏天吃小麵好像就是要配一碗這種稀飯才好吃。我明明是要找那個芝麻小麵吃，結果我吃成秋紅麵館了。結果芝麻小麵在下面，就我之前拍的那一家，我就說老闆怎麼話變得那麼多？以前來吃的時候，老闆是比較內斂的。不過秋紅麵館也好吃，它芝麻香氣也蠻足的。然後它的價格的話是7塊錢2兩，加一顆蛋2塊錢，一共9塊錢。那大家到重慶來旅遊的話，我建議還是選擇公共交通為主，價格比較便宜，覆蓋的站點也很多，也不用等那麼久，就它間隔開車時間不會有那麼久。重慶的軌道交通的話，應該現在有14條了吧？等一下我就會沿着軌道交通坐輕軌沿線去找一個公園，帶你們去逛一逛。那個公園應該是我在重慶最喜歡的一個公園。然後這邊坐軌道交通的話，起步價2塊錢。如果你有那個公交卡，現在手機上面就可以辦，就蘋果手機用那個Apple Pay 就可以，起步價2塊，還可以打一個9折。最貴的話是88公里，88公里好像是11塊，也就是票價最貴也才11塊。走，我們去公園玩一玩。这个公園就是剛剛我一直在說的鵝嶺公園。
我真的很喜歡重慶的公園，重慶的公園就真的就是公園，是那種直接把你拉到山裡面的公園。這個山還不是很遠的山哦，就是建在市中心、建在都市裡面的山的一個公園，整個氛圍很不一樣。重慶人應該對鵝嶺公園都不陌生吧？因為小學的時候要秋遊啊，這些都會到這個公園來，而且每年秋天的時候，它有一個菊花展。還蠻有名的，喜慕的人走在這裡面應該會很開心吧。我就是喜歡很多綠色植物的那種人，我走在裡面就真的很開心。除了夏天來會很熱以外，它很多的樹木，很多的綠色植物，但是你走進來又不會覺得很陰鬱，因為它整個設計是有一點那種園林式的設計，雖然它沒有江南蘇州那邊的園林那麼秀美，那麼精緻，但是它給你的整個感覺，我覺得真的很棒。大家來到這邊的話，來到重慶旅遊，不知道要去哪裡的話，可以到這個公園來走一走。我要坐在這裡休息一下。今天已經是紅色高溫警報，這2天是42度，天氣預報的是42度，但實際的體感溫度應該有到45度吧。我平時不怎麼出汗的人哦，走在這裡真的是滿頭大汗，衣服已經打濕了。鵝嶺公園因位於陡峭的山嶺上，形狀像鵝的景象而得名。公園的前身為梨園，也稱為怡園，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當時是一位富商的私人花園。因為園林主人對蘇州園林情有獨鍾，所以在這裡復刻了一座帶有江南風格的私家園林。因為鵝嶺這個地方地勢險要，視野極佳，在抗戰時期也成為了各個國家領事館聚集的地方，像土耳其、丹麥和澳大利亞的舊領事館就在公園裡面。進來的左手邊就是澳大利亞使館的舊址，就是前面這棟建築。哦，一轉過來就是丹麥的使館舊址。但我覺得這裡面最有看點之一的，就是園林主人秀來納涼的石屋，樹王的石碑。它的尺寸是我看一下喲，高有7丈餘，圍就是圍起來有20尺，在這裡。哇，大樹下乘涼，看一下有多少年。哦，這個被侵蝕了，看不到，應該也是幾百年吧，至少100年。轉過來，這裡有一個奧地利詩人的塑像，然後再往這邊走。這邊過去看到那邊有路可以朝這邊走，就往下去就可以到那個石室。它是建於1911年，面積有132平方米。哦，在地下。哦，這個石頭屋叫同軒石室，是園主納涼和會客的地方。你們看，它是在地下的。這樣一片是要從這裡下去。去石室是從屋頂2個隧道式的台階往下，全屋是在一塊完整的石頭上打造而成的，沒有一顆釘子，採光也全靠4周鏤空的石窗。旁邊的這個畫也是用石頭雕刻的。帶大家走一圈。哦，還有一個石桌，然後再往這邊走。哦，就是這樣子的，相當於這裡是一個客廳。主人以前在這裡還刻了一個世界地圖，南冰洋、大洋洲、印度洋，下面是亞細亞，這邊是一個時節，秋分立秋。石室的4周綠樹龍蔭，在炎熱的夏季置身於這座石屋之內，正好也可以感受一絲絲的涼意。前面說到鵝嶺公園的看點之一是同軒石室，那看點之2就是可以登高望遠的看蜃樓。這個樓梯的風格真的好老派哦，是這樣子的鐵欄杆，然後木質的這個扶手，到2樓走出去看一看。不夠高，不夠高，不夠高。哦，看得到一點點的高樓。再往上走，沒幾樓，應該一共有7層樓，6樓。
恭喜你登頂了，風好涼快啊哈！看出去。頂樓雖然視野最開闊，也最能一面感受到360度的環景，但也是最曬、風最大和人最多的地方。往下退一層，或許看風景和看日落都會更從容一些。這裡的視野同樣好。剛剛我們在頂樓嘛，頂樓那邊又曬人又多，然後我們就往下面一層樓走，下面一層樓又有遮的，人又沒有那麼多，視野看出去同樣的好。然後這裡的話就是站在高處就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層次，這個城市真的是很有層次感的。這邊有幾個橋，那邊有輕軌穿過，然後還有2個江，就在這邊看一看景色還蠻舒服的。然後這邊的話，這個亭以前我記得是要收費的，現在是不收費了。晚上大家也可以到這邊來看日落的時候，可以到這邊來；晚上看夜景也可以到這邊來，就是不用去洪崖洞人挤人。這邊晚上的夜景同樣的好看。吹一吹風。我下来了，我等不到日落。我們這邊日落，夏天的話是要到晚上8點鐘，所以現在我要去找一個吃的。這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醬肉包子，去吃吃看呢。酱肉包子是我每次回重慶都要吃的一個東西，我也很推薦大家到重慶來旅遊的話，可以來試試看。小小一顆，它裡面的肉的話是這種散的，它是新鮮現包的，所以裡面是散的。有一些蔥，它的味道的話是偏甜一點，因為它是用甜面醬和醬油這樣去炒的，但是不是那種白糖那種甜哈，是鹹中帶甜，吃到後面有一點點的回甘。這個是我掰開的，現在要來吃一口。這一間還是那麼好吃，這一間我來吃過很多次了，它的品質都一直維持在線的。然後它是24小時營業，就是你不管什麼時候来都可以吃。這一間的話，它有稀飯、有豆漿、有八寶粥、有皮蛋瘦肉粥都可以選。除了皮蛋瘦肉粥稍微貴一點點，豆漿、稀飯這些都是2塊錢一碗。然後這個包子的話是1塊5一顆，它的皮帶一點點的韌性，也有一點點的鬆軟。當你咬開過後，它的肉汁、它的醬汁，包括它的油都浸潤到這個皮裡面，不要覺得油，就是要這樣子才香，也在襯托這個肉的味道。當你吃了幾口包子過後，嘴巴有一點點乾，是不是？這個時候就搭一碗稀飯或者是豆漿。我們這邊吃包子，要麼搭稀飯，要麼搭豆漿。老闆再來1籠醬肉打包，剛剛有帶子都可以了。剛剛有4個醬肉，1個稀飯。菜稀飯嗎？哎，菜稀飯。收錢包到賬23元。又買了10顆，明天早上可以吃。嗨，大家早安！我們來吃個早餐，先不给你們看這裡。說到重慶的早餐，大家都知道有小麵、豌雜麵、豆漿、油條這之類的。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想要推薦給你們，就是糍粑塊。現在很少有在賣了，如果你們有遇到的話，可以去買來試試看。它就是把糯米連成泥，拿去蒸，再拿去炸，然後吃起來是外面是焦脆，裡面是軟糯的那種。可是有放花椒，你們感興趣有遇到可以去試試看。那我最推薦的就是油茶，油茶真的是我在所有的我的重慶的影片當中应該都有推薦過油茶吧，真的是這個是我的最愛，我的摯愛，所以這一次回來還沒有吃到，所以想再次介紹給大家。這一碗是4塊錢，它最後還是那麼一點點了，所以我最後一起把它買了。正常一般吃油茶是裡面加麻辣的調味，可是因為我第一次吃到的油茶是甜的放糖的，所以我的是甜油茶，這個在重慶還蠻少見的。因為我爸就是吃麻辣的油茶，上面有放一些這種馓子。這馓子是炸的比較酥脆的，像面條那種，可是不是面條哈，就是炸的比較酥脆。我們這邊叫馓子，把它攪拌均勻過後，馓子外面裹着一層這種甜甜的米糊。
我吃到這個味道，我就覺得這一趟我回來圓滿了。媽媽，你在看啥子？我媽在幫我看，這裡過去在那個天橋下面有一家賣糯米團的，還蠻有名的那家糯米團，但現在好像沒有了。你們看，在這裡就是前面那個臨江門糯米團，現在只有稀飯了。如果說洪崖洞的霓虹流光是重新對外遞出的名片，那藏在街巷阡陌裡的市井生活，我覺得才是這座城市最扎實的底色和日常。就在旁邊的大井巷，隨着坡度曲折蜿蜒，社區的樓房層層疊疊，夾在鬱鬱蔥蔥的枝葉間，很適合放慢腳步，細細品味老山城的韻味。吃完油茶過後，在它旁邊就是大井巷，我覺得還可以來走走看，因為它就在解放碑的不遠處，但是它與解放碑的感覺是那種熱鬧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這邊是算比较本地的一個社區。然後這些街道都可以走一走。油茶的話，如果大家感興趣想去吃的話，可以在大众點評上面搜一下你附近比較評價比較好、比較熱門的油茶店，不一定要吃我這一家，因為我这家我這一次吃到，我覺得它應該是換老闆了，就是沒有之前的那麼完美了。我看到這裡有醪糟冰粉、醪糟冰湯圓，這邊綠豆沙冰湯圓、三鮮冰湯圓，看起來都好好吃哦，怎麼辦？可是我不是剛剛才吃了早餐嗎？所以現在我要去吃一個冰湯圓嗎？早上好糾結哦。好吃，好涼快哦，吃下去。最下面還有一點冰粉。然後上面是紅糖冰沙、小湯圓嘛，還有醪糟、山楂、葡萄乾，有一些小小的紅豆，還有花生。這種湯圓小小一顆，就是不規則型的，就是手工湯圓，也就是台灣那邊的干貝湯圓，是不是？我們從大井巷那邊一路走下來200-300米的距離，就是這裡。這裡我身後就是小冰樓。如果大家來重慶旅遊，實在是吃不慣辣的，吃不慣重口味，那推薦來試試看小冰樓5樓的鹿稿卷。鹿稿卷它其實不算是川菜哈，因為它是當時戰亂的時候，各個地方的人都來到這裡嘛，來到重慶，然後就帶來了各種各樣的飲食和習慣。那當時有一位江蘇人就把鹿稿卷這3個字帶過來了，融合了當地的一些口味，然後就開了一家專門賣滷味的一家專門店。他在老一輩重慶人的心目當中的地位還是很高的喲。我媽她就說，她說她到現在她還很回憶她小時候外公經常帶鹿稿卷回家給她吃。然後鹿稿卷的話，它其實是江蘇的一個幾百年的一個餐飲品牌，那個人就帶過來嘛，融合了這邊的一些口味，他一直到現在開了有80幾年的樣子了吧。等一下我們就去試試看吧。1、2、3、4、5、6、7個菜，我在網絡上團購的，一共是116。我們2個人吃，我覺得綽綽有餘。有一個麻醬鳳尾，一個蘭花豆乾，一個燒麥燻魚，然後蒜泥白肉蒸餃、煎餃應該是，還有一個燴三寶，都比較清淡一點點。我最期待這個蘭花豆乾，先來吃一顆。這個真的好好吃哦，它帶一點點的回甜，就是回甘回甜，滷香味很足，芝麻的香味也很足。燻魚它的表皮是炸的有一點微微酥脆，然後裡面就是肉質。這魚有刺，它是大刺，哇，這個也好香哦。燻魚是他們的招牌菜之一，還有一個招牌菜是醬牛肉，還有一個招牌菜是兔丁。但今天因為我們吃不了那麼多，點的是一個套餐，所以先吃燻魚，再來吃一個麻醬鳳尾。麻醬鳳尾就是上面是一層麻醬那個醬嘛，中間包了這個生的菜就是萵筍，萵筍就是鳳尾，然後還裹了一圈黃瓜片的。我覺得它這個搭配的很好，就是麻醬本來吃起來稍微有一點點的膩，但是2片蔬菜的這種融合就解了那種膩，比較清爽，吃起來脆脆的。再來吃一個燴三寶，其實它不止3寶，它有很多寶，有這種絲瓜豆腐，菇都有2種，還有圓子、紅蘿蔔，還有雞蛋，這樣一起去燴的。
來吃一個，我喜歡吃菇。當你來重慶旅遊，吃了很多的重口味和麻辣過後，你的腸胃有一點受不了了，哇，點一道這個菜真的就是解救解藥。這個是翡翠燒麥，它外面是綠色的皮，裡面包的肉有一些菇，吃一口吧。它這個裡面的肉還蠻緊實的呀，吃起來還可以。它裡面除了包菇以外，還有那種綠色的脆脆的，我覺得吃起來口感蠻好吃的。它的肉幾乎都是瘦肉，是我的最愛。這一間店總體上來說口味偏甜一點點，和川菜形成了鮮明的对比。在你受不了重口味了之後，它可以作為一個味覺上的選擇。啊，對了，這間店的特色是一些冷盤的滷味和小吃，那一碗稀飯就很好吃了。吃完之後，我們就繼續爬坡上坎嘍。哎，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我身後就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舊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重慶還有一個韓國的臨時政府的舊址吧？他們以前是在上海，後來發生戰爭嘛，然後就搬到重慶來。2次世界大戰過後，然後他們就搬回去了。我看他們網頁上的數據是顯示，每年有5萬人次的造訪，有1半的人是韓國的遊客會來這邊。它這個還蠻大的喲，一共有好幾棟，有5棟應該是。走吧，進去看一看。抗日戰爭爆發期間，韓國在上海的臨時政府被迫展開了數年的顛沛流離，最後在1940年，隨着國民政府落腳重慶，直到1945年才離開。這裡也先後作為了學校和旅社來使用過，很長一段時間，這裡也是普通居民的住宅樓。现在带大家来到了羅斯福圖書館。羅斯福圖書館是建於1938年，它的前身是國立中央圖書館重慶分館。我在網絡上搜資料的時候，發現金庸曾經也有在這裡來工作過的喲。他當時是負責借書還書的登記。我會帶大家來到這邊，是因為這邊很多的這種大樹，很有盛夏的感覺。外面雖然在修路，有一點草，可是當你走進圖書館裡面，你整個就感覺沉澱下來了，裡面的那種木質的樓梯就很有那種沉穩的那種氣息。我覺得跟網絡上宣傳的重慶的那種江湖豪邁是完全不一樣的氣質。那走進去裡面的話，有2個看點，一個看點是位於2樓的史迪威閱讀室，那裡面有一本書是1928年，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1928年出版的英文版的《紅樓夢》，還有一個是史迪威將軍當時在這邊學習中文的一個教程的書。這2個我覺得是蠻有看點的。最大的看點是要到它的3樓去，3樓有一個開放式的書架，那個書架真的就是像走進哈利波特那種感覺，你們知道嗎？有一點那種可能書的那種氣息撲面而來，舊書的那種氣息。當你翻開那些書頁的時候，有些書頁就是已經泛黃了，那種翻到以前的那種書的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它讓你隨便去翻的書是肯定你可以去拿來閱讀一下看一看的，但是它有些書不能翻的話，它是有標注的，大家就不要去動。然後來這邊的話是需要預約，星期一閉館，要注意一下時間，可以提前在微信上預約，也可以來到現場預約。那個保安大哥給我說，他說反正現場預約也是可以的，因為人也沒有那麼的多。那3樓的圖書室的話是每天只開放1個小時，1個小時它分有好幾場，每一場只有10分鐘，所以這個時間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因為現在重慶很熱嘛，到重慶來旅遊的話不可能一直在戶外，所以就沿路找一些室內的景點，然後遮一遮太陽，吹一吹冷氣，然後就享受避開這種酷暑，就推薦給大家了。要來羅斯福圖書館，首先的第一重考驗就是要從那個上面一直這樣旋轉走下來，再走去前面，因為這裡是出口，所以再走去前面入口。來的時候是從上面走下來，是一個下坡嘛，回去的時候仍然是一重考驗，那坡梯杆有點具體哦。
在重慶人的江湖裡，一半是火鍋的沸騰，另一半是在深夜的炭火上滋滋作響，這就是燒烤。沒有精緻的餐具和環境，只有老闆拿着烤串豪邁的翻轉。此刻的談笑聲和碰杯聲，全都裹進了炭火的煙霧繚繞着。因為我媽想要吃臊皮豆乾，還有年糕，所以我們又在旁邊去烤了一串豆乾，然後一個臊皮，這個就是紅薯粉，把它做成一整張這樣去烤的。烤了過後，它表面是有一點焦焦脆脆的，但吃起來是那種軟糯的，裡面包了鹹菜。然後還有一個年糕，年糕也是這種。口感吃起來也是軟軟的那種，然後外面也是焦焦脆脆的。它的靈魂就是裡面一定要包鹹菜。我們吃的這間算是新式的燒烤，以肉串為主，還可以搭配一些烤雞或者小菜，是不錯的。最近也上了大眾點評的必吃榜，但是因為他們家沒有燒烤3劍客，所以又去隔壁點了幾串年糕，我們把它切了的。燒烤3劍客就是臊皮、年糕和豆乾，沒想到隔壁那間也很好吃。3劍客在被烤的時候，表面都會膨脹，還會鼓起很多個酥脆的小氣泡，邊緣被烤得微焦金黃，吃起來很扎實又略帶嚼勁，可以不要辣椒的，越吃越香。還可以讓老闆幫忙剪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大家都可以分着吃。這一間的價格還很便宜，環境也很乾淨，老闆也很注重細節，調料台也是放得整整齊齊的。如果你在晚上不知道要吃什麼的話，燒烤或許可以試試看哦。嗨，新的一天，今天呢，我們來個輕鬆一點的，去喝個茶，再吃個火鍋。大家都知道，重慶有很多的防空洞嘛，防空洞在戰爭的時候是用來躲避戰爭的轟炸。那現在呢，防空洞就開成了火鍋店、菜市場、酒吧、茶館、加油站，反正什麼的都有。等一下我們就要去洞子裡面去喝個茶。剛剛我是坐地鐵過來的，那條地鐵線比較特別一點，所以我要介紹一下。那條地鐵線也被我們稱為貝婁專線，因為它的一邊是連着比較鄉下一點的地方，另外一邊就連着市區。早上就會有很多菜農，他們會背着自己種的菜，然後拿到市區裡面來賣。那一個時間段，地鐵站裡面就全部都是他們的裝菜的貝婁，所以就稱為貝婁專線。貝婁就是用竹子編的一個像桶狀的一個裝菜的東西，拿到這邊來賣。這邊又順勢給他們做成了一個市集，就利用1、2、3連着有3個洞子，給他們其中一個洞子就給他們做成了市集。那個市集是26、80幾天才趕集，才有的賣。今天好像是沒有的，而且要在早上，我應該是趕不了那個時間，所以今天我們就去洞子裡面去喝個茶。啊，我剛剛說錯了，貝婁菜市是360號才能趕場。我走進來了，裡面好涼快，因為今天沒有趕集，所以裡面是空空的。然後平時如果有在趕集的話，這邊完全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東西。那個直接燒麥都可以了呀。我要一個沱茶，一個老鷹茶。要給我找位置嗎？哎，我找位置在那兒，開水了後面有開水。哦，要得。客官，你的茶來了。謝謝。我給你盛去哦。謝謝。請喝茶。要給點小費噻。重慶的夏天悶熱高溫，但走進洞子裡面就會感受到一股天然的涼爽。粗獷的石壁、斑駁的岩石肌理，再搭配復古的木桌、竹椅和老茶具，營造出了一種在地下城堡喝茶的感覺。我現在坐下來了，這裡位置還蠻多的，可以自己隨便坐。我點了2碗茶，一個是老鷹茶，一個是沱茶，一共是19.8塊。有一瓶水嘛，這個就水瓶保溫的，這個水是免費的，你喝完可以無限續。
序。它這裡休息的時間也没有什麼限制，就是說你這個19.8，你就可以做到你休息好了再走。它也有一些小吃啊，一些吃的可以点。这个的话，老鹰茶我很推荐大家到重慶來旅遊的話，可以嘗試一下老鷹茶，因為老鷹茶是我們從小就愛喝的。你中暑了可以喝，吃東西吃辣了可以喝，有一點不舒服也是可以喝。它反正就是那種消熱解暑的作用。它其實嚴格來說不算是一種茶，它其實是長在樹上的一種葉子。最好喝的方式是放在冰箱裡面，等它放涼，你再拿出來喝，就喝起來是那種回甜的，我覺得還不錯，大家可以試一試。沱茶的話，就是老一輩的人會比較喜歡喝。它那種味道，我覺得會比較重一點。這種就蓋碗茶嘛，它正確的喝法是要把這個端起來，因為你直接拿這裡會燙。然後上面有一個蓋子，把這樣泡2下，再這樣子喝。這樣喝的方式是為了避免喝到茶葉，你就只喝到茶水，不會喝到茶葉。一個小小的溫馨提示，就大家到重慶來旅遊，關於價格的話，一定要跟老闆確認過後再付款。因為我前幾天不是去拍那個油茶嘛，油茶旁邊有一個老婆婆在賣的糯米團，然後那個糯米團我就在大眾點評上面去搜她的評論，我就看到有好幾個差評，我就想說去看一看人家對於她的差評到底是什麼，因為那個老婆婆還蠻客氣的做生意，然後很多的差評都是說怎麼那麼貴，10塊錢一個，裡面又沒有肉，只有包一根油條，為什麼要賣10塊錢一個？後來我反應過來，那個糯米團是4塊錢，可能因為口音上的問題，外地人就聽成了10塊錢。4塊，比如說他問人家這個糯米團幾塊錢，那個老婆婆就說10塊錢，是不是聽起來像10塊錢？所以他就付了10塊錢，10塊錢裡面又沒有肉，只有一根油條，拿到手過後肯定心裡會有一點不舒服。所以這個就是方言上的一種誤差，大家就是付款的時候跟老闆再確認一下，就可以消除這種誤會。喝完茶過後，走這個洞子直接穿過去就是吃火鍋的地方。但是我今天不在這邊吃，因為我有一家心有所屬的火鍋，等一下要帶你們去吃。如果是外地朋友到這邊想一條龍全部體驗完，也想體驗一下這種洞子裡面吃火鍋的感覺，可以嘗試看看。这個洞子有520米，從那一頭穿過去，走過去的話是可以走得通的。我們現在要走到那邊去，那邊走出去就是酒街，酒街就是重慶夜生活很豐富的一條街。晚上的時候，什麼酒吧呀、吃的呀都營業了，就是很熱鬧，很熱鬧。然後現在我要走到那邊去，坐個車去吃我心有所屬的那家火鍋。就是身後這家李福辣老火鍋，我之前吃過還不錯，所以想要介紹給你們。火鍋對於重慶人來說是沒有什麼季節限制的，哪怕是3伏天頂着高溫，坐在沒有冷氣的樹蔭下，也阻擋不了我們對於火鍋的熱情。如果你不喜歡火鍋也沒關係，還有酸菜魚、酸湯兔、葷豆花、金湯鍋、老鴨湯可以選擇。但是今天我們還是先來吃火鍋吧，因為這是我最近發現的還不錯的一間店，菜品新鮮，環境乾淨，價格合理，辣椒也比較香。我這個調料真的就是本地調料，就是一勺蒜泥、鹽巴、味精，就這樣子，然後再加一勺，也不是一勺，是一罐這個香油。好，這就是我的調料。我們點了毛肚鴨腸，這個是必點的嘛。還有老花，老花已經倒下去了。點鍋的時候，他會問你要什麼辣度的時候，就會問你要不要冷鍋鴨血。鴨血我已經點了。老肉片這種因為是瘦的，所以我很喜歡。這種豆乾，這種豆乾是薄薄的，我覺得很好吃。這個是我的最愛，澱粉腸，就我們這邊的火腿腸，這個我也很愛。還有就是鮮黃花。
還點了一個這個鮮黃花煮火鍋，也超級好吃。鴨腸頭這個是提前滷過的來煮火鍋。先要來套一片毛肚，烫中間，可以这樣給它掛在這邊，然後再來鴨腸，再來一根也掛在這邊，讓它慢慢的煮。這個鍋一上來過後，它是沒有這個格子的，要找老闆拿。我覺得是有這個格子比較方便一點吃起來，因為你會知道你的菜在哪邊，就叫老闆拿一個這個9宮格就可以了。我覺得他們家火鍋好吃是，它有辣度，但是不是那種歐辣的，然後吃起來也不燒味，它就是那種香辣比較重，你们點微辣就可以了。這個叫起泡豆乾，你看上面還有泡，因為會起泡嘛，所以它泡裡面會吸一點湯汁，就吃起來很有味道。吃火鍋就是要喝可樂，倒下去那個全部一下哦，那個是金豬的嘛哈，老肉片挑一個格子，這個格子一起把弄下去，可以哈，那個肉片比較新鮮，而且它切的不是很薄，你看這個還比較厚吧。它這個雖然叫老肉片，可是吃起來我覺得一點不老，而且它沒有給你碼一些那些亂七八糟的調料，就是純瘦肉。毛肚更好了，毛肚也好了，這個豆乾更好了吧？還有我的澱粉腸，加血旺的時候就用這種漏勺，把油全部漏掉，然後上面就是血旺。但是你自己還是要選一下，因為有花椒。哇，它鴨血好吃啊，好嫩哦，而且又超級入味。毛肚梗子就是要這種有一點咬勁，好吃哦。它滷過的，然後再去燙火鍋。現在吃的差不多了嘛，就要來吃老花。你們看，老花已經縮成這個樣子了。來吃一口，老花是一定要最後吃的，要等它煮到很入味再吃。這老花加開過後，裡面就是這種嫩白的，趕緊來吃一口。非常的燙，大家懂吃老花的那種美味嗎？我覺得好吃啊！就是它煮的剛剛好的時候，它吃起來有一點像在吃那種慕斯冰淇淋。我媽不吃老花，今天是我自己獨佔老花。再來把這一點可樂喝完，然後火鍋就吃完了，這個是作為一個句號再結束。早安呀，大家！其實也不早了，因為之前我們一直在渝中區、渝中半島這邊走一走、逛一逛嘛。今天我們就要坐個船到江對岸去逛一逛。現在天氣太熱了，你們看都在噴這個水來降溫。這裡是代駕巷，之前有帶大家來逛過。現在我們要走代駕巷這個步梯走下去，那邊那個地方洪崖洞，然後我們要走到最底下，這樣過去坐那個船，坐船然後過江。到那邊南岸，好了，要走了。代駕巷的旁邊就是解放碑和洪崖洞，這條步道是沿着懸崖峭壁而建的。步道不長，一路上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咖啡店和美食店。因為媽媽有點餓了，所以我們就隨便走進了一間餐館來吃吃看。我媽真的是隨時出來都在找吃的，她已經坐下了在那邊，我就去幫你們試一試，看好不好吃咯。裡面有冷氣可以吹。算是景區嘛，我以為沒有很好吃，但因為我媽她比較餓了，我就說那你就去吃吧，先點一個菜。結果她點了一個青椒皮蛋，我看來了我就嘗了一口，我覺得還不錯，然後我就加了一個涼拌核桃肉，吃起來又還不錯，真的是一個意外的發現。雖然在景區裡面，然後
大家可能覺得它裝潢成這樣子，可能味道沒有那麼的好。可是當你走進來過後，點了幾個菜，發現哇，真的還不錯呢。這一間店算是給了我一個驚喜。本來我是打算去吃其他的，但嘗了一口我媽的青椒皮蛋之後，覺得很不錯，馬上又加點了一份涼拌核桃肉。核桃肉，這個就是純瘦肉涼拌的。核桃肉就是臉頰連接下頜部位的交界處有一塊形狀大小像核桃的肉而得名。一般我們是先滷，再拌入紅油、蒜泥、花椒油等等的調料，作為下酒菜來吃。這塊肉的經絡細緻，久煮不柴，算是瘦肉，但帶有油脂，吃起來也是緊實鮮嫩的。現在是在景區旁邊，還比較好吃。這家文苑飯館真的還不錯呢。我們2個人吃了2個涼菜，我還點了一個飲料，然後飯嘛加上。一共是51塊，哇，好吃好吃！这家推荐。如果我早知道它也這麼好吃，我應該會點一個雞或者一個蛙，我們2個就點2個大菜哈，就試着再點的哦。下次再來。下次再來。阿媽，你後頭有一個地方，在我帶你去一個秘密景點。這裡是文苑飯館嘛，轉過來走這個階梯走上去，左轉北部園火鍋。我們去看一個打卡點，既然都到這裡了，肯定要去一下吧。看這個火鍋店的人在備菜呀，這些，當他們真正在備菜的時候啊，他們把菜那些擺起來都很鮮豔的顏色，拍起來都非常好看。網絡上現在火的一張照片都來的，超級好看那個照片。但是現在別個沒開始備菜，可能要等到下午他們真正上客的時候備菜的時候，對頭全部擺起來，擺得整整齊齊的別個。你往你的右邊看。礦泉水免費的，哎，你路過的話都可以拿一瓶，是那個店準備的。他覺得他因為一張照片跟別個那些相遇了嘛，大家都認識了他，是給大家路過的口渴了、熱了就去喝點水。對頭，都那家火鍋店準備的，哎。這裡是戴家巷嘛，現在我們要往這個步道走下去，那邊就是觀景平台看洪崖洞的，所以不要在那邊去走洪崖洞，那邊很繞那個路，就從戴家巷這邊走下去。然後戴家巷這邊有很多小吃、咖啡、一些甜點店，唯一推薦偷偷碼頭。不管你是要去坐渡輪，還是要去洪崖洞，都可以從戴家巷的步道走下去。不算長，也不會擁擠。我今天是要走下去坐渡輪過江，去到江對岸看看。我們剛剛就從這邊這樣轉下來的，終於走下來了。那個坡走下來其實還好，沒有那麼想象中的那麼累，只是有一點熱而已。多的，前面看到了嗎？登船有此去，我就要從那邊走下去。下來過後要經過一個這樣的洞子，不要懷疑，就是朝這邊走。這裡看到了嗎？碼頭往右邊哦，左邊還有寫重慶小渡，像重慶人那樣過河。重慶人不是游過去嗎？過江渡輪曾是當地人通勤過河的交通工具，現在則成了大家欣賞江景的方式。大渡輪往返於兩江之間，不僅能避開喧囂，還能從江中看兩岸錯落有致的建築。我現在坐過江小輪到了南岸區這邊了。過江小輪的話，票價是15塊錢一個人，單程可以在網絡上買票，也可以在線上買票。它船班時間的話是1個小時發一次班，大家要坐的話要注意一下時間。我從洪崖洞那邊坐到擔子石，時程的話差不多是5到10分鐘，沒有多久就到這邊了。然後到這邊的話是屬於擔子石嘛，然後再往前面走有一個很推薦的一個街區。一個景點吧，就是夏號里。上一集影片我有拍過，拍的還蠻細的，大家可以倒回去看一看我上一集影片拍的介紹的夏號里，裡面有很多逛的，走起來也很舒服，也有很多吃的。今天我們不去夏號里，我們去一個偏本地人一點的社區，就是後堡。走吧，我們打個車過去。那個開哦。啊，啥子啊？我在哪裡啊？我在後堡啊。
好涼快，對不對？突然下大雨哦。我們到後堡公園這邊了，打車過來坐的網約車嘛是14塊多，相當於15塊錢，差不多有8公里，坐了15分鐘左右。沿路過來，它都是那種打造的那種，有一些雕塑可以逛一逛。大家如果到這邊的話，可以定位到後堡公園這邊，這周圍的咖啡館比較多，茶館比較多。我覺得這種樹蔭下面也比較舒適一點，而且這邊是在高處，看的風景也比較好。最精華的地方就是這個梯坎走下去，你们看一排都是那種文創的，然後一些小店，後面是那個南機門軌道大橋。其實大家可以坐輕軌10號線從2號口出來，這樣走過來也是可以的。哇，好涼快，好涼快。後堡與人潮洶湧的熱門景點不同，這裡保留了市井氣息和漫步調。走在崖壁邊，還有視野開闊的觀景平台。黃昏時分來這裡看夕陽，也是很浪漫愜意的。逛累了就隨意挑一間順眼的店，坐在露台上喝杯咖啡，或者走去樹下看別人下象棋。一個美式20塊，這個是一個拿鐵28塊。你們知道是什麼拿鐵嗎？這個拿鐵是加有花椒的，先來嘗一口，這樣子。它上面一層的那種奶酪味還蠻重的，然後它的花椒的味道隱藏得很好，可以這樣說。然後這邊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環境，因為這裡一整片的玻璃窗，你的視野沒有任何的遮擋，然後看出去的景色就是那種江景。我覺得後堡是那種越了解越迷人的地方。之所以迷人，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這裡的老居民樓下，說不定就藏着會給你驚喜的美食。比如，我就找到了一間很好吃的酸菜肉絲米線。老闆，哦，蕾蕾啊，有沒得那個酸菜肉絲米線？有啊，要一個酸菜肉絲米線，2兩。就在這裡吃，就不要走到其他地方去了，吃一個清淡一點的酸菜肉絲米線。我的酸菜肉絲米線來了，朋友們，外地的朋友們，或者是口味吃的比較清淡的朋友們，你們來到重慶吃了很多的辣的重口味之後，不想要吃那些東西了，想要來一點清淡的，推薦3鮮米線，或者是酸菜肉絲米線，或者是番茄丸子麵吶、米線吶，反正就這之類的都是可以的。看這個是沒有辣椒的，只是酸菜。如果你們覺得鹹的話，就叫老闆不要加味精、鹽巴就好了。它裡面哦，這個肉稍微有一點點的小，但它的肉還是蠻多的。裡面有酸菜嘛，然後肉絲純瘦肉，然後還有藤菜，就空心菜。那家果然是名店。它這個味道好吃，酸菜味很正宗，口味清淡的朋友一定要來試一試。它的酸菜不會很鹹，也不會那種味精放很多的味道。米線本身也好吃，沒有那種塑膠感，就吃起來是那種整嫩起白的米線。好想大聲跟老闆說，它的酸菜肉絲米線好好吃哦，因為它的酸菜沒有那種化學的那種酸的很假的那種味道，它酸菜是感覺吃得出來是真正的自己炒的酸菜的味道。你們酸菜好好吃哦！炒得很香，吃了胃很舒服。但是你講泡的話，也要泡得好，是吧？這期影片到這裡就差不多要結束了喲。如果到重慶來旅遊，不想去洪崖洞、解放碑這種地方去人擠人的話，不妨參考一下影片當中的行程和路線。4天3夜玩下來，其實價格沒有特別的貴。如果還想進階一點的話，可以去烏江畫廊、大足石刻或者是武隆參加1日遊的團，也是值得去看一看的。那重慶4天3夜的旅行就分享到這裡。還喜歡這期影片的話，請一定記得幫點讚訂閱，我們下集再見。拜拜。最後還有一句，因為機票的價格浮動比較大，所以4天3夜人均5000元台幣是不包含機票的喲。拜。